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常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我跟你讲哈，你知道我每次回到台中哈，对我都有一种感觉，是，那种感觉就像一只狗啊，哦一只家狗，然后跟你这只流浪狗，跟你说，好比喻的，对，就说他勉强接受，翘起来，尾巴会翘起来，然后跟你讲一些，你知道吗？是，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这是我的地盘。哦，你一说有一点敌意，就地板主义就出来了。对。哎，那我们这次到台中来哈，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题。那我觉得我们就用这2个老城市，然后各选3棵老树，我们来谈这个台中、台南老树跟这个城市，我们来互相看看两边的城市怎么样子跟树之间的一个比对。请带路。等一下啊，我要带你去看的第一棵树啊，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树，当然一定是小时候遇到的嘛。哦，那有青梅竹马的剧情，有竹马，但不一定有青梅。不一定。了解。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日式的住宅区，然后巷子，旁边有高树矮的墙，是一看就是历史。好，我现在带你来的到的地方，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现场。了解了，我刚刚讲青梅竹马那道就是在这里的。对，竹马就在这里。哦，竹马就在这里。好，哎，这建筑真的好看。对，一看就应该有上100年了吧？有哈。对，这个是这个聚落里面是最重要的房子，就是这一间。OK， 最重要。是这一间就是典狱长的旧宿舍，现在开放了，以前是不开放的。市政府在1910年代开始规划出那个市政府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台中监狱了。监狱在旁边，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管理监狱的一个聚落，警察宿舍。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围墙都有铁丝网，对不对？对。以前铁丝网当然不是这么可怕。是。我们来这里为什么对典狱长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专门来这里做一件事情。为什么让这边的小孩子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来这里都在偷水果，对。哎，真的满地都是杨桃。对呀，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打架的理由吗？对，非常重要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几棵杨桃树，包括后面的芒果树。你看这些杨桃这么靠墙壁，真的。小时候，所以你不是翻墙进来吧？不是，所以你那时候不是跳过来，是直接在墙外就可以摘到水果了。2个人呢，我站在他的肩膀，然后伸出来手去摘这个杨桃啊，就这样拿着，然后吃就看这样子。哎，对，就是这样的。哎，拜托给黑我啦，这是我的，我小时候这样摘。今天一碰它就下来了。对，味道怎么样？非常香。这个真的50年前就是这样子。这真的是我们家古早味哈。我马尾巴剪掉了，我带回家去吃。小时候的太好了，天然的，真好吃，更好吃啊，味生生了哈，不酸吧？酸啊，但是那个就是要这种酸味。会要嘛，小时候就吃这种的。然后这样，你可不可以再更多一点？我要带回去给我妈妈吃。哇，真的是难以想象以前住这儿的味道哈。这里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叫做武德殿的地方。对，武德殿这是以前的台中监狱的狱吏管理员，他们在这边日据时代
训练剑道、武术都在这里，柔道也在这里。小时候我回家都从这边经过，经过那个台中监狱在那边嘛。是。可是他经过这里的时候，会听到里面喊哈哈哈哈。你看那个剑道跟杀，这恐怖，这恐怖，惊就惊死啊！那警察呢？啊，你逃班过油头，逃班过谁啊？哦，我也很担心他认识我啊。是啊。我们现在来看的是你生命中的第一棵的生命中的大树。对。这样。哦。感觉一下，对。这个树站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恰当，刚好一个封闭的一个天井，让树然后整个把天空举起来。我小时候爬的树，你把它形容成这样子。可是这是你小时候爬的树。我小时候爬过这个树，而且是从那个侧边慢慢爬上去。你知道我爬上去做什么吗？上面也没有那个杨桃，也没有果树。我上去摘鸟巢，然后你就会顺着路线就上去，一下就下来了，然后就拿给你看。贝塔科瓦修，然后里面2、3颗蛋，煮白煮蛋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就荷包蛋啊。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当然被骂死了。树不能爬，更不能说吃鸟蛋。可是以前那种贫穷的时代，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也是，我完全同意。这里我要带来你来的是台中市最精彩的一条街，在30年代，这条街曾经改变全世界。怎么改变全世界？因为它是珍珠奶茶的发源地。好，来坐吧。好。在这里喝世界宇宙第一的真奶，这些都加宇宙第一都加。谢谢。那今晚店这是这个珍珠奶，你会第一个看它的东西，就是它的珍珠比较小粒，这是传统的混研，手工混研。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在它的糖 ，18度还是16度的糖分。我喝到，当然我有另外一种感觉，家乡的味道。因为小时候就是开始喝这个开始长大的，不是长大，年轻的时候开始。看了那么多的老树，然后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全世界甚至全宇宙最棒的一个真奶，这个感觉很好。我很喜欢在老房子的前面在这树荫之下，这个叫做地球上的珍珠奶茶。地球上的珍珠奶茶，那为什么是宇宙的？在外面卖的通常都让珍珠奶茶都已经到外星球去了，这是地球上的。所以现在又有好吃的了。好吃不好吃？当然是好吃啊，不只是好吃啊，是一种享受，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生活。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宫原眼科，把旧的日据时代的建筑，加上了追慕大楼，改造成一个新的地标。2年前，跨年晚会票选整个台湾最喜欢去的地方，排名第2名。仅输给垦丁春娜的地方。第3名是什么？101大楼。那你知道宫原眼科的魅力有多高？可以直接。我们就走进去了。把古建筑跟追慕大楼结合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创意，这一间无疑是一个最具有这种代表性的。来一下，谢谢。然后你进来看，你在台南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像阿里坡的这样。有，是，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来这边朝圣。对，确实算是它有好大的剧场效果，再加上对空间的拉开。最近又有一间是在这条路上，中山路再往前走300公尺，有了另外一间让你吃惊的，叫做第4信用合作社。是，整个建筑的方式跟它呈现的内容又不一样，可是它还是新旧中间，然后但是对旧的东西有更
尊重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已经不是用这样的一种过去跟现在的结合，是，而且里面还强调一种东西，用旧器材。OK， 我们过去比较少用说所有生态环境的这样的观点去改造一个房子，它是用生态环保的观念，就是用旧器材来呈现一个旧建筑的内容。是，但是希望大家来接受它。以前我们比较不是这样子嘛。它这边最热卖的是冰淇淋，要出去外面再重新排一下，排队。他点2个球，然后还会自己叫料，然后撒料，对，撒料，是，公园眼科它最有特色是它的文化创意很强，它的食物加上它文化创意还有它建筑，是，我觉得那种包装方式，或者它整个台湾来讲了哈，对，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的。哇，好丰富啊！那您准备摇钱饼要手扣一下。好，谢谢。这颜色实在是，我排了6、7支的队伍，这次终于等到了，吃到了。我不是在享受这个冰淇淋而已，我是在一边享受，一边在看那排队的人。以前这个排队的人常常排到20-30公尺长，可是这个20-30公尺长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看到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吃这个冰淇淋，我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老城区没有年轻人回来。可是现在不一样的，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冰淇淋回来了，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跟这个老社区就做一个连结了。对啊，所以公园眼科带来的意义是把整个老台中带来一个新的可能性。是啊，当然冰淇淋也是一种可能性啊。现在你看我今天能够吃到这个，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以前排队排很久都排不到。有，对，巧克力好吃。对，我觉得你吃完之后，下一棵树了。对，你忘了吧？更精彩。更精彩。刚刚那一棵是很重要的生命的树，是，对。下一棵是生命里面很浪漫的一棵。好，原来你今天都有主题。你是青蛙到最后是做什么事？他在跳舞是吧？来，我秀给你看。这个一定要展示骄傲的时候。有，还是有，跳动感。对。好，来，现在我们看刘大师的。茄冬在台中算很重要的树啊，是它重要。这一棵啊，是就是台中，也可能是台湾对最大的一棵，年纪最大的一棵，最老的。我所谓的最浪漫，浪漫不是这一棵的1000年，是，而是它有第1代目、第2代目、第3代目。我们看到老树通常不会有3代，都是孤独的一棵，没错。可是它有一种传承生生不息的感觉。了解。在一般的田埂一定会种茄冬树，是。参怀种茄冬树，因为茄冬树的树根比较不会钻来钻去的。你如果是榕树的话，钻的话就会让田埂破洞。所以茄冬树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用嘎当期外树身本身就很难看。可是树所谓难看，是说有一种皱皱的感觉，皮漂亮。既然给我料到，有的地方已经老化到说那个皮都掉光的那种秃秃的，有那种感觉也有。可是真的好美呀，真是美。何立生，歹势，给你打掉着，我看起来足老的，是差不多几千几年啊，但是我是咱台湾的宝贝安尼。有影。飞龙机这战争的时代啦，暗也是休困无见，伊就西天休伫遮，系啊。拄仔比树仔啦，就对安尼吼。树仔开又滚，惊用炸。系啊。这张树仔伫顶面时吼，因为迄阵有人要起一间厝，要起大楼，但是大家惊讲会影响到这个千年茄冬的生长。哇，就离安尔。这摆为了这个代志，为了保护这个千年的茄冬，建商也撤出。那听说有撤出，那很好。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这个茄冬不但有加有名，起码更较有名。
我们刚从那个千年家东那边走过以后，是连接到这里，这条是我想跟你介绍的，是秦美的成品绿园道。对，绿园道现在是台中最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对，这个也是台中的旧城区跟新城区结合的地方，刚好是交接的地方。对，礼拜六、礼拜天，哇，家拢是人，啊，拢看狗仔的、看鸟仔的，足侪也嘛有人在卖这。然后穿得美美的人比较多。对，啊，你如果牵得比较漂亮一点，你就会遇到那个很漂亮的小姐，也牵一只狗来，然后那2只狗相遇，啊，你就跟她接戏了。哦，原来这是你的一贯技。我的观察了，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啊。但我年纪不可能啊，我在牵什么狗，没有人理我了。哎，是吗？可是从这里绿园道一直走，一直到过去就是那个国美馆。哎，啊，国美馆的心哦，再往西南边，对，还有一些文创聚落，一些比较内敛的年轻人的文创聚落，那些文创聚落，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去那边拜访。那个应该非常有趣了。对，是，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新的可能啦，对，台中的新的可能。叫现代感的动画飞行馆，进来看。很漂亮。哎，你好，是。你好。两位好。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突然出现一间，这是飞行动画的这样子的一个馆？完全跟这个城市没有办法连接。感觉这个名字应该跟台南连接，但事实上它是跟。我听起来名字就很宫崎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台中人会想出来的耶，真的哦，有一种神来一笔的感觉。台南就对，台南的话，我们就孔庙复兴就这样子。动画走路馆嘛，哇，我们是动画飞行馆，飞行。那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你楼上吗？对，好。好，那这个2楼的空间是我们的一个手绘的传统动画的一个工作室嘛。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纸圆盘，对，它是一种动画的一种视觉表现形式，你只要透过很简单的一个图，好，然后拍下来就变小动画，那就是完全靠手绘的，手做手绘。所以2位可以试试看。可以啊，我很喜欢画画，他也喜欢，哎。好，那我们就2个大师今天就这样露一手，我们挑战看看这个小动画。小师啊，大师。我们信手拈来才是叫大师的。没有压力。那我们等一下画的那个画条，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装置，这个叫反射式的走马画头。那等一下我们可以从里面你们画好的一个图案放进去，那你从中间的这个镜子，你可以看到一个视觉暂留。对 ，OK。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画了。OK， 那我们请坐。就这样画下去了，是吧？对。太好了。它的动作要能够接续上一动的一点细微变化，所以有时候你随便画，你会发现，哎，原来它动起来这么妙，这么可爱。对。那你自己都控制得太好，其实在你想象里面它已经产生了，那就没有什么趣味性。好。哎，你真的是哎，你又画的比较肥胖的青蛙，我就画青鸟。人胖就画了胖。哎，你是青蛙到最后是做什么事？他在跳舞是吧？他在飞行。你看嘛，你看，来，我秀给你看。这个一定要展示骄傲的时候。对，对 ，OK， 很好。好，来，现在我们看刘大师的。太快了哈，太快，有时候慢一点。那太慢了，稍微再快一点点。有就看到那个蛋这样。哦，对了，这样子看起来 ，OK。有哎，这跳动，它的跳动感很好。对。来，恭喜我们2位今天毕业了，同一届的同学。对，有脚本。你看，这个是相机。你们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相机？跟那个桌上都有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的喜欢拍照了，
对啊，然后我们的这边的话也会介绍一些早期的一些拍立得相机，可以让大家来体验那种早期拍立得相机的魅力。对，我没看过这么壮大，比砖块还大。以前拍的，现在有拍的也是小小的啦。对，现在是小小的。这个对，这个的话它有分。那像这个的话，这台相机的话，大概是50年代那个时候的拍立得相机。这边有个面板，把它打开来，然后把那个镜头伸出来。哇塞！对。哦，好酷哦。然后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超专业的。因为我觉得，所以我们可以试这个东西来。当然是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对。景深8，景深5.6，景深8，它需要32。我看到那么胖要32。跟这个可以伸长。这个是对焦，这个是取景。2个路上碰到的正妹，来，3、2，哎呦，这是我拍了2个正妹，哦，这个成功了，买房地产的，要买房子，所以说对这个比较有感觉。手工相机就有这个乐趣在，很好哎，我觉得是它的整个比例，而且是后面那个格子布多好。好了，一胜啊，下来。这是什么？你到底拍什么？花？没有主题啊？有啊，有花就是主题啊，9重格。这个就很诡异了。我觉得拍的是你的心理。这应该就是你抽的过程，然后可能有点小小的失误。可是我觉得这张最好看的。对啊，就是一个你抽你要拍这张，可是抽出来是你的心理。哇，你塔罗牌已经解释到这种程度了。太好了，谢谢。今天有那个尸骨之幽情，谢谢。不会，对，很棒了，玩得开心。谢谢你，好，谢谢。拜拜。第二月台即将进站的是往铜锣区间车。因为我们刚搭火车从新乌日站下车，那这里有什么可以看的吗？我带你来这个地方，你看起来放眼望去是好像鸟不生蛋，对。但事实上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是连台中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可是我觉得全台湾人都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先看这里，哦，一窟有一个厝啊，而且卖变做高铁土地公庙。它本来就先有土地公庙，高铁来了，那高铁遇到了土地公，他怎么办？当然，2个都要退让。是啊，高铁退让一步，土地公庙退让一步，于是你就看到你后面黄年墓、土地公庙。这张黄年墓，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很熟悉，台南也有。有。可是要看到这么大棵的，台南没有。那这棵老树，黄年墓老树，跟高铁有什么关系？因为高铁刚开始建的时候，事实上是要把这个老树砍掉的，当然就引发了反弹。对，因为这个老树的存在不是只有老树存在，它还有土地公庙，当时2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为了把这个保留下来，对，他们就，这不晓得怎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土地公庙跟这个黄年墓呢，对，跟高铁就连在一起，绑在一起。所以现在是3个3位一体。不只是黄年墓特别，土地公，你有看过土地公这么漂亮的吗？没，里面是什么？你自己去看，里面是3颗大石头。那为什么是拜大石头？这个很好玩。原来土地公原来是3颗大卵石，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地方黄年墓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水稻田，水稻田不可能有卵石那么大颗的。这里离白鸭溪加近啊，白鸭溪的能9头拢出汉大粒，汉大粒没啊？啊，这3颗你看都，你刚刚进去看这么大颗，对。但是3颗代表意义是什么？我到现在查不出来。今天你看过那个演武场那一棵榕树，是，然后又看个千年茄冬，对。那我介绍这第3棵，是，代表着台中的第3个发展期。那第1个是老城区，那一个是新的7期重划区，这个地方是未来的，因为高铁是经过这里，已经不是台中的郊区，它马上要变成台中的未来的都会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钓鱼最遥远的地方。每次坐高铁回来，现在有一种情感，因为我小时候在这边钓过鱼，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喜欢坐右边的位置。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景色。哎，对，因为高铁是跟这个法子溪啊是并行的，慢慢进来。是。你不是看到这条溪，你好像还看到自己的童年，就在这里。今天看这3棵树哈，坦白讲我非常的惊喜，当然也有一点点的感伤，那觉得这么棒的树，1000年的、几百年的树，然后呢委屈在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然后市民呢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甚至于呢就从旁边这样子的经过，那我觉得老树它比我们的市民其实是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我觉得台中哈，诚如你讲的，台中的老树运动。是应该从去年开始，是1000年茄冬的保护之后，应该有持续性的发展，它不应该是一个据点，是一个逗点。那接下来如果能够把老树跟城市的发展的关系处理的对话的更好，我觉得台中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我今天打算呢带一个鹅卵石回家当纪念品，当做一个。然后呢，上面有刘克襄的签名。你能不能丢到那对面去？我以前小时候可以丢到对面去，因为我们棒球投手，你丢看看，你能丢到一半我就偷笑了。好，这样。呀！哎，超多。Yes。这样。Yes。哇，这是他们捐的啊，惊死人！哇塞，你这物件拢得的呢。对，要修是，或他这捐赠的这个东西，这个都非常高档哎。是，这不是随便的。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水库呢，叫做乌山头水库。它另外一个系统呢，就是嘉南大圳。那是在1920到1930 10年的时间，有一个日本工程师呢，叫八田裕一所建的。昨日你在台中介绍我3棵树，今天在台南，我也要介绍3棵树。一个呢是水库之树，一个呢是糖厂之树，一个是寺庙之树。它是在庙里面的。不管怎么样呢，这3棵树呢，想要跟你从台中呢，我们来做个比对看看。放眼都是树木，你猜我应该给你什么样子的树？后面的2个啦，糖厂哈，寺庙我都可以理解，能够理解。这个水库的话，对，我很怀疑，因为这里我还来过。啊，我青啊，高不是青啊？不是，你是青啊？你是青啊？哎，跟这个水库有点关系的故事，我们待会呢带你好好去看一看，看看呢这2个地方的树，然后它代表什么语言？可以让你看那个樱花。哎，这是我今天带你来看的南洋樱。南洋樱是。啊，这是樱花，这是sakura吗？这不是sakura，南洋樱不是sakura，也不是那种台湾到处乱种的那些的樱花。它是蝶形花科，它不是樱，但是因为3月的时候它的落花宛如樱花的意境。好奇怪，我没有见过哎。这21株南洋樱，当时候是八田裕一在兴建这个水库的时候，然后呢，为了他年轻的工程师。这些人来自于日本，他们在3月的时候，都会在樱花下喝酒赏樱。可是，在台湾他没有樱花，所以八田他常常到南洋去，所以呢就带进了很多的一些小树苗，那自己跟一群人呢，当时候就种下来了。等到3月的时候，落樱缤纷，宛如他们在北国的樱花。我以前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来过了乌山头，可是我那时候只是在思考一个八田裕一这个做这个堤坝那种自然工啊，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厉害的。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才艺，真的是没有注意到，所以你今天介绍让我大开眼界。
这是八田的故居，哎，然后因为他是总工程师，也是这边的计划领导者嘛，所以他这个地方所占的空间，甚至宅子比较多。以前我们看到的日本房子的老内容，大概就是外面很漂亮，进去里面空空荡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它的细节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做了一些的比较认真的东西出来。行 ，OK， 你这么客气啊？是。哎，就好像是我家一样，回到我的故居来。你什么时候变？哎，我们先看这边。OK。这边是八田，当时候因为他是总工程师嘛，所以呢，这是他会客的地方。啊，这个伊也是这个伊也是20年代的他们家乡的。哦，他们捐的就是他们捐的就是这些东西，符合那个所有的当时候的情节。下面那间就是他的书房。是有家具就不一样哦。对，有看过这样子，但是要把一个日剧再重新恢复以后，要有这个东西家具放进来比较少见。没错没错，人家捐赠进来，这个是好，而且是符合那个年代的情节。哇，这是他们捐的啊，惊死人！哇塞，你这物件拢得了呢。对，要修是。或要去捐赠的这个东西，这个都非常高档哎。是啊，这不是随便的。所以你今天有感情，你把你家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可以显示他们对他的一个崇敬。我舅舅去当工程师的时候，我去他们住了一个暑假，所以我对这种房子很有情感。我每次都跑这种长廊，跑去一个地方，有一个茅坑，那边上厕所，再跑出来，跑。哦，对，所以我知道了长廊一定通往一个厕所。哎，那八田鱼后来怎么了？八田鱼工作任务完成之后，就回到台北。然后当然日本开始南进了嘛，等于发动战争了，然后很快就把菲律宾拿走了，所以整个呢菲律宾开始治理，所以要借重它的长才。所以日本的陆军就把它征调回日本交代任务，然后搭着船准备往马尼拉的方向走。所以他是在出海的时候的第2天、第3天，然后呢被躲藏的美军的潜水艇，然后鱼雷把那个整个船呢就炸掉了，骨灰呢就送到乌山头的水库，然后那边有一个他的坟冢。八田鱼是石川县人，石川县的县花是黑百合。哦，真的啊？对，然后台湾没有黑百合，所以我觉得用台湾的白百合，然后来跟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哦，那样是，所以是特别有选过的花。八田鱼的墓，它旁边有外代树，是他太太的名字。那为什么会一起合葬在这里？因为八田鱼之后在日本死后，骨灰就送到台湾来嘛，那就在这个地方跟他安葬的。然后呢，因为日本人开始陆续战败了，那外代树跟他的孩子们呢，就躲在这边来躲那个空袭警报。那在一个台风的一个夜里之后，外代树把后事交代完毕之后，然后呢就纵身一跳殉情了。那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然后就跟他献百合花。看完了第一棵树，对，21棵，对。那接下来你要给我几棵？接下来的话就是真的是1棵，而且是我们今天的第2棵呢，就是糖厂之树。第2棵树，那位于永康。那既然来到永康，我们就在庙口先吃点东西。OK， 好，这有没有名字？感受，没有名字，对，这你也不能。我掉。我们来也享受一下。有2个字，肉粿。哎，阿伯你好。这种碗粿我肉粿啊。肉粿。肉粿是安尼做的。那醋呢？一份几粒？不一定噻。是啊。加熟嘞。哎，你也在煎了哎。大师。唔係，你嚟好，我你真嘅。哎，你真我看下。你煎的我真正，来你一针。好。我一直真正的要再用这，好，你也来了哈。有个气氛，拿去。后生你嘛知影迄个
冰冻迄边是用迄种安尼，吹迄种安尼规层。我食拢是迄种的啊，来个肉哦，啊，我感觉食拢奇怪，迄种甲这种无共款。迄种甲这比起来，这种哪较传统来讲，较无人安尼的。它告抓鼻，哎，看那个。它没有装饰，就有点带有随性。对，马杯也在看呢。哦，看。是。好来，来表演哈。用一支手哦，买啊，两支手咧，一支手哪会？安尼伊会讲好啊。安尼啊。啊，代表哈，我有咧做石头安尼哈。对。哇，靠一地你就留在这里，你就不用回去了。对。做咧做打，好你打。安尼才较好食。不完整啊。两块多啊，这个毛酱是的哦。老啊人老啊，袂当食伤济。哎。对呀哦，对呀，讲好。哎。光是这个就可以加分的了哈。真的啊。哎，大球好，你加球分安尼嘿。啊，辣水你讲呢？不，辣手丸。哎，真的要靠一种。也靠味。靠感啊呢。对，靠感好。哎呀。我只讲两话，我讲的话感觉，第二颗可以不用去看了，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考虑。你就意思就可以很满足的，不需要看的，不需要看的。了解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来带你看第二棵树，糖厂之树。那糖厂呢是永康糖厂，这个地方呢过去不叫永康糖厂，他们把它叫做三坎店。三坎店呢是一个古地名，坎呢是一个海，所以过去左边呢就是台江内海，右边呢就是神社的遗迹，还有我带你那棵老树，就是里面。那中间这条路呢，如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清朝的台一线。就是官道，对，从府城到诸罗，就台南到嘉义，这个很重要的一条马路。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哦，雨季的时候常常溢水了。所以有些时候下过大雨之后来这样会有点水乡泽头的感觉。所以那树呢，它本身呢下半段就在水中央。这一棵呢，就是我给你介绍第二棵树，糖厂之树。那它的名字呢叫墨西哥合欢，是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引进来，当时候呢是因为它的木头，然后烧起来的时候特别的旺，而且持久，果力十足，所以当时候是为了经济的方式有做这样的考量，然后从墨西哥引进来的。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一下雨，那这个地方呢就泡水，泡水之后土质松软，所以这个树就倒下来，可是生命力是旺盛的，对吧？我们看看。我觉得它最大的特别，我刚刚进来有点吓到。我觉得它不是老树，它是奇树。台湾来讲，奇树第一名一定是它了。它老树是的，因为它87岁了。对，已经测试出来了，但还不够刚刚讲的。古奇的话，它一定是第一名。它是奇，有点像在沼泽里面一条蛇这边翻来翻去的。我觉得像一个龙哦，翻着飞机唱碟的时候的感觉。我叫水哦，这种生法。长相特别吧，不是因为沼泽造成了它这样子的一种。对，是它整个根都夹起来嘛，规豆的根都夹起来。这边是郑成功的地盘嘛，那我的这个树呢是跟它有历史上的连结的。我又看到南洋樱了，你又要介绍第25颗、22颗。我当然不会用哦三振的方法哈，在三振我们直接直球对决了。有办法了。
我刚好讲话啊，讲话啦，是啊，还没来上班。对，我们这边的树啊，吃的很干净的，这样子。拜托哎，不敢吃啊。哎，刘老师你好，你好是，哎你好，哎，你好，你好。这克香。啊，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是这边的糖厂的女儿哎，我是这样称呼她的，也是这边的生态的保护者。啊，我个带你来看我我的秘密花园，刚好。什么秘密花园？哎，只有我知道，我带你去好不好？好，走，嗨。这边它就是侏罗树花的栖地，它也是是我的秘密花园，绿色的。哎呦，真的漂亮。漂亮吗？哇，啊，拜托嘞，拜托嘞，哇，它里水不要修。天哪！严老师真的是一个当地长大的糖厂女孩，在这边长大，然后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带领我们去看她私人的一个场域，在这个赤森林当中，我觉得一个绝美的那种氛围，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看到这一条龙猫秘境，它幽暗地伸向远方，我一边就想到了特有的那个侏罗树蛙，它居然就栖息在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自觉地蹲下来，想要学习它们，从它们的角度看到眼前的自然环境。第3棵树，你的第是3棵寺庙之树，真的啊是在市中心。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就在市中心不远处，然后呢前面就是孔庙，这条路叫府中街。OK，那算是台南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年轻人聚集的一个文创街，假日的时候人就多了。那今天呢，给你来看看这个氛围。并不是不欢迎人，而是你是一定要让他真正买书的人。带你看这整个的空间，它很长，它是2个建筑，然后背靠背，以前没有这么宽阔。是，这里就是别有洞天的地方。对，那这个空间呢，就是这边的背晒衣服的地方。那这个呢是另外这边的一个背。所以它像目前整个打为体，然后就变成它，所以后面才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还有这个地板呢就直接凿开，然后整个用个竹子椅子，那这是它的收藏品。那这个地方呢更有趣的，你可以来看一看，就来了各个作家之后，然后呢他用废弃的2手书打成纸浆之后做成砖块，然后呢一一的把它签名来出去的，那本人是在地优势，就站在第一个这样子。我的最远看看有没有我自己。各位看到没有？怎么会2010？我2010我有来过吗？让你认识一下这边的老板。汉州刘老师是，刘老师你看超艺术家的特质。柯江他是一个作家，我也写了几本书。那你这是2手书店，对，我们的书有没有曾经出现在这里过？一哥的那个慢食古城那集应该是50-60刷了嘛对，那个销售量当然相对的流动多少会有，可是相对的，我觉得它也在变成台南的这个工具书，不管在地或是游客过来，也会针对要这一本书。他就直接开口就说看有没有这一本书嘛，当工具书。那刘老师，我想，包括读者也好，或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最想找的就是河下游那一本。来早期处理诗集，那本今嘛来讲行情嘛不得了啊！因为我来台南这边旅行20次，对，我经过这里，如果不买书，我不敢进来，因为进来我会有压力感，我没有带一本书出去，我会觉得我来这边是干扰你们。可是我觉得不只是在消费这一块啦哈，我大概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说，因为的便利啦，包括科技，包括各方面的便利之后，我觉得那种彼此的尊重感就不见了。那我觉得如果把书也看成是一个生命的看待，我觉得那种彼此的尊重是需要的。这个书店算是在台湾算是异类中的另外一种了，因为独立书店或者2手书店其实它都蛮有个性的。那这个店呢，它是把这个建筑的空间做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一个方式，然后做出来，所以
它是一个铁架子，全部都还留着，让它又穿透，可是又保持一个上下层的感觉。所以这个对很多人而言，它是颠覆的，也蛮有趣的。走进来，我会觉得我不太想当作家，能够当一个看书的人就好。可是实在没办法，到这种年纪已经来不及。来不及，现在还是可以一边看一边写了，加油了，加油了！爱个探钱，爱个探钱，爱个够囝，爱个啥拢爱。这是窄门咖啡，他们真的很窄。我来示范，怎么样子来穿入窄门，缩小腹。我4年前很容易啊，但我是啊，现在试试看。你还可以吗？我拜托我都可以，你都可以了，对不对？对啊，你这太离谱了，太离谱，很难讲啊。这个我比较在乎的是你的第3棵树，到底是侧头念念不忘还是下勾球？直球对决。OK， 所以只有1颗，只有1颗，对，不会再潜到水里面，没错，也不会有21颗这样子。我感觉我没有长大，真的哈，也没有变胖，很好。靠 feel， 靠 feel， 是。靠 feel。虽然年纪已大，但是还是要 feel。啊，我在这做一个下午，一定可以写2首诗。可以哈。太久没有写了。我是拿铁。南洋鹰。对。墨西哥河湾，你如果第3颗，你如果第3颗不是有外国品种的，那我就觉得你输了。还要有一种连续性跟连贯性。要有一个，是不是？对，没错，真的就是有连续性的。第3颗呢？第3颗，日本扁柏，非洲辣木，非洲辣木。我今天是非洲辣木对不对？嘛不是耶，不是啊，不是。现在要来的话，这边是延平郡王祠，因为这边是郑成功的地盘嘛。那我的这个树呢，是跟他有历史上的连结的。那我又看到南洋鹰了，你要告诉我，你又要介绍第25颗、22颗。我当然不会用原来3振的方法哈，的球路在3振。我们今天已经跟你讲，我就直接直球对决了。我猜出来了，日本柳杉，不是，加拿大道格拉斯松，当然不是啊。好，又完了7、8种啊，又没丢，是，就好奇，很好奇哈，非常好奇，真的值得你一看的。好了，终于第3棵老树要跟你隆重的见面了。枇杷啊，枇杷，七里香，不是，因为我看到七里香，不是枇杷嘛，不是七里香，啊，不是啊，含笑啦，嘛不是嘞，七里香不是九里，边啊迄丛，较悬的迄丛，拜托你给我介绍一下2公尺、3公尺这丛，这丛啊，怎么样？啊，这棵树它虽然你刚刚讲说2、3公尺，你讲它当然不止2、3公尺的，可是树嘛，看起来很少这么高的啦，140岁，树懒是很少这么高大，是郑成功把它引进来的。引进来的时候，包括含笑，包括玉兰花，包括叶荷花，因为它需要这4种花来帮助他如何反清复明，如何呢壮大自己的心智。当时就是沈葆桢，然后种了这个地方，然后来纪念郑成功的。那沈葆桢呢，为什么要纪念郑成功？同时呢，为什么会种这棵树？原因是沈葆桢是福建人，郑成功是福建人，所以2位福建之子，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所以他不能大声的嚷他对他的尊敬。所以呢，用一棵当时候郑成功呢，当时候为了想家，为了砥砺自己反清复明的树懒，然后栽种这个地方来，然后随着岁月，这2个人物已经走进历史了。可是
这个树呢就慢慢长大了。这棵大概是我见过树懒最大的一棵。没错，是。我们这次台南3棵老树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了。哎，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名门正派，你是奇门异术。当然也很奇怪，就是刚好这次你所找的是台湾野生种，我找的呢就是非台湾野生种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做一个城市的互看，因为以前也没有这样子 PK 过。是。老树，从老树去看一个城，对，总比从美食去看一个城更有一种那靠 K 级的。所以很棒啊，就觉得老树的话题，下次呢我们应该再找不同的话题来看看。下次你要找哪一个？你建议哪一个？找农村。不错。对，台湾的农村呢发展这么久了之后，已经开始呢，它在质的改变上，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探讨的。我万万都没有想到，你的最后一颗居然是树懒，有一点点吃了闷亏呢。真的哈，我那直球真的就是火球这样子，一定是沈葆桢托梦给你啊。